看样子龙泉郡那边你们谈得不错，以谢石坐镇，换来一纸东山盟约。大隋只能老老实实割地求和，眼看着大理铁骑一路南下。大隋这次算是栽喽。大隋高氏今日的隐忍，未必不会是后来者居上的第一步。无妨，反正南下的路都已铺好，大局已定。不错，如今黄庭国的洪势也算消停了。你利用余路让灵运派和陈平安结下死仇，再向先生借镜清算大水府，这算盘打得够响。既是为大黎南下清账，也顺道给我家先生新晋除除尘罢了。陈平安不还差点弄死你吗？这么为他好，先生用剑气给我洗个头罢了。怎么看不惯我家先生大道可欺呀？小兔崽子，偷偷传信给陈平安，让他去堵李宝珍，以为我会不知道？呸！老八蛋！你利用李宝珍点破那场李代桃僵，不也是想借他之手坏掉陈平安的心情？你害我家先生，就别怪老子反咬你一口。陈平安曾经答应过李希胜，会放过李宝珍一次，在那之后生死自负。对，都是我算计好的。如今李宝珍太嫩，想有大用，还得吃点苦头。哎呦，老崔呀，不愧是自己人，这次是我错怪了你，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看你这副模样，我才明白当年为何会止步于炼气士第12境。切，自己骂自己有意思吗？你和陆晨就这么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吗？不打不骂不掀桌子。哎呦，你居然没拿棋子砸他那张脸！我和陆晨各退一步，他放大黎一马，不带走马苦玄，我则放行李希胜，默许他游历浩然天下修行治学。不过李希胜欠下陈平安这么大一笔人情债，将来总归要还的。哼，算来算去，还不是算到我家先生头上。不对呀，这事太顺了，老三真的收手了？你别告诉我，他已经去找爷爷了。这场架是爷爷执意要打的，所以陆晨去见他，顺其自然。你谁呀？咋不打声招呼就闯进来了？晓不晓得附近有条大黑蛇？要不是大爷我劝他今日吃斋，你早死翘翘了。这样啊，那贫道托你的福逃过了一劫。哼，小道挺机灵啊。我家老爷不在，这里我做主。以后你有啥事儿就报我的名号。你是？记好了，落魄山小龙王。那便仰仗龙王大人。好说好说，都是兄弟。小水蛇，你胆儿挺肥呀，什么人都敢招呼进来。你难道是10境11境的神仙？这才对呢。还不让开！老爷子，这小道是我刚结交的兄弟，给个面子。你眼前的这位是清明天下道祖座下3弟子，道家3掌教，俗名陆晨。以后够你吹嘘一辈子了。你想找我打架？老夫生平最大的心愿，就是想知道五福10境的道与炼气士14境的道什么孰高孰低，还望陆掌教赐教1、2。好说好说，只是1、2，好叫3、4、5、6的话，贫道还真为难。毕竟身在你们浩然天下，走得不快，蹦得不高。请吧。14境。陆晨在浩然天下，怎么也得遵守文庙的规矩吧？撑死了也就13境。陆晨耍了一点小手段，将他带入一处洞天。如此一来，战场就不在浩然天下，陆晨也将恢复14境修为。既然在此洞天，浩然天下文庙的规矩就管不得贫道，放手出拳便是。哈哈，陆掌教真乃性情中人。贫道早年逍遥游于浩然，
从各处洞天福地收集了10位指境武夫，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市井百姓皆有。该由谁来替贫道出这一拳呢？不然，一起上！好，10人皆指境，辜负我崔陈100年武道，酣畅淋漓。呀！世人皆言，武道是断头路，岂知纯粹武夫正是早年的半条成神之途。不行！这一拳爷爷绝不会退。爷爷出拳必死，但如果侥幸能活下来，或许有一丝机会能跻身那虚无缥缈的武道11境。痛快！再来！看来崔老夫子还没尽兴，那就武道成神之路最是直截了当，在万年前就属于清流正途，相反，炼气成仙才是浊流偏门。万物本齐同，有进便有求。大则是，自负者，非绳非枷，乃心直是非。误我得失之境，自困于方寸之王。化界，心有所执，故有界限；意有所至，故有迷障。你这一生酣畅出拳，拳头落得很重，但你可曾回过头看过身后是谁被你一并打碎？贫道以梦入道，今日便赐你一梦，如何？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。老先生此举为何？画地为牢罢了。老先生每次画拳，都在稍稍往外拓展，何不干脆一步跨出去？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。一步踏出，坏了规矩，那可不行。
是这样，什么都是我觉得，好像天底下所有人和道理都在围着你转。我罚你禁思7日，醒过错，息狂性。有种，你诓我一辈子！我给你取名为崔禅禅，禅为水生，禅则为雄山峻岭。我要你品德道行与学问兼具名山大川之美，治人两全，跻身君子贤人之列。君子贤人，都是你这样的。走。你就不要回来！不许辱我孙儿！呀！诓我一辈子！我要你治人两全，跻身君子贤人之列。走，走了你就不要回来！我们与这个世道相处，这个圈便是边界，圈内是自己，圈外是这个世道。有了规矩，才能分清界限。若人人都一步跨出去，强者自由横行，出拳出剑，毫无边界，那这个世道，再好的道理也讲不通了。儒家的规矩并非至善至美，但规矩不是死的，万事皆可周旋。我们与自己周旋，与这个世道周旋，就是在一点点扩宽边界。莫非先生是亚圣？梦醒了，这一梦可还算合心意。本以为我早已无梦。崔老夫子这般执拗，怎么会没有梦？只是压在心底，不肯承认罢了。心梦皆幻，何辨真我？无我无物，方见了真。老夫名为崔成，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出身。7年行走江湖，只觉得心有魔道，万古不损。这300年的人生，老夫见过很多人，他们说一套做一套，言行矛盾，没有半点道理。那陈平安，问题来了，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个没有半点道理的世道？一种是活得很聪明，怎么省心省力怎么来，在合情合理之间选择合自己的情，不合世间的理。
规矩二字，就是用来钻漏洞的吗？哼！还一种，是我拳头很硬，剑术很强，天地有规矩约束，我便一拳打破；世间有大道压我，我有一剑破万法。老夫便是这类人。你陈平安是哪种人？哈哈哈哈！昔年远游四方，一肚子豪言壮语，不吐不快。陈平安，当我行走于天地间，骄阳烈日，明月当空，要问我一句：天地之间足够亮堂否？不太够。当我行走于江湖上，大江滔滔，河水滚滚，得问我一句：江河之水足够解渴否？不够。我这一世名为神人擂鼓，可杀天上神仙。真我无界，与道共生。这一拳确实摸到了11境的边界，再进一步，或许便是武神了。十境有3层，气上。归真，神道，你请教的3、4、5、6便到此了，你武夫的道已经走尽。不够，远远不够！老先生竟还有执念。当我行走于群山巅，琼楼玉宇，云海仙人，得问我一句：山顶罡风足够凉快否？不够，酒不够，江水山峰不够，都不够！哈哈，远远不够！老夫今天就破例赏你一次，第31拳。记住了，世间最强3境。神人擂鼓，开天破月。这权益与那江氏出祖竟无二致。且看你能否踏入此境。世间竟有这等权益，竟然真能越过那1/1000的可能。半步武神境，觉得老前辈会不会递出那一句？可
惜啊，你就完了。下一拳你要出，贫道会拦下，而你必死。我很好奇，陆掌教全力出手，是否真拦得住我？既如此，那贫道便接下这一拳，如你所愿。让我崔氏五夫崔成，便向着天地的桎梏温泉！什么？爷爷怎么停下了？等爷爷自己选择。老先生，为何止步？我崔成这辈子无拘无束，以为这天下没人拦得住我。可如今才明白，所谓自由，其实是一种自求。我这一生从未真正为谁停下过，今日便为那种道理受一次拳。你陈平安是哪种人，亦或哪种都不是？有人告诉过我，世间真正强者的自由，应该以弱者的自由为边界。我陈平安要出最硬的拳，递最快的剑。我要与讲理之人喝酒，对不平之事出拳。这道理值得放弃那武道登顶？这一拳，我看尽了这世间五蕴，看到了那些能走得更远的武道后人，还有那位武道意图的至高者。这是踏入武道至高之巅的武人才能看到的光景。天地间五蕴的馈赠终归有限，难怪这万年以来武道成神之路如此艰难，只因有你这么个把后人的路都走窄了的11境武神。但这种困局很快会被打破，因为我看到有后人能走到他面前。我崔成愿为后人让道，老夫没有递的这一拳，会有后人来递。你知不知道，放下这一拳意味着什么？爷爷，我不想读书了，我要去看名山大川。爷爷，我现在是文圣的首徒，学问可大了。爷爷，我没怪你。爷爷，你醒了。老爷子，今晚吃烤鱼。我们老爷做的鱼可好吃了。前辈，你来了。今天我们练什么？这一拳收回来，你放弃了那武道11境，这是四段长生，大道永绝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哪怕爷爷出拳，甚至有幸跻身11境武神，到时候不止浩然九州，就连远在清明天下的道家掌教，势必都会出手干涉。这世间容得下一位保平州的10境武夫，可容不下出现一位崭新的11境武神。届时，
连爷爷都不再有丝毫的立锥之地。和他有关的人，你我还有陈平安，还能有安生日子吗？这一拳，爷爷是跟掌教陆沉，或者说跟中土文庙做了一笔买卖，用一个纯粹武夫的11境大道，换一份平平安安的太平岁月。这一拳的光景，当真炫目。前辈未完全，嘴上虽然不说，但心里多半是听进去了。其实前辈和老小孩差不多。陈平安，如此一来，这山水没有被打得天翻地覆。你还是我魏波的恩人呢，早知道就不收你药材钱了。现在还我，还来得及。哎呀，这就没劲了啊！这就够了。倒是有几分阿良前辈的模样。